现在日本的军武商比我们想的也强太多吧？你看到这个数字，这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前100大国防承包商的销售报告。就你看第一名 ，Japan40%，它是第一名，而且怎么样？它的销售数字竟然是台币4000多亿元，我的天哪！对，其实，在过去来讲，我们知道台湾跟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成员。好，重点来了，重点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它做了一个统计，做了这个统计里面，你会发现说呢，每个国家到底它在这个军事上面，它的费用谁做的最多？对，结果没有想到第一名是日本，你知道吗？它是增加了40%，而另外一个最近在跟日本吵架的中国大陆呢，它反倒是倒退了10%。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它跟2炮跟火箭军最近的贪腐案有很大的关系。那你来看一下日本为什么它可以成长40%？难道一瞬间它又复活了吗？其实，在2次大战的时候，大家要知道哦，日本可以造出大和舰。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保留着，对，它只是捆绑索把它给捆住了。所以呢，你来看这一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它的这个报告里面，5大商社，三菱重工、Kawasaki 川崎重工、富士通、三菱电机，还有日本的 NEC 日本电气株式会社，对，你知道吗？5大龙头，5个。它的成长每个都是 double digit， 什么意思？都是双位数的成长。你一家双位数也就算了，你5家都双位数，所以当然可以弄到40%的一个成长。而这双位数的成长增幅是25%到87%，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他拿到了很多订单。那哪些订单呢？你看哦，三菱重工拿到了澳洲的巡防舰11艘，11艘多少在经营？65亿美元，1971亿的台币，也大订单。这个做完之后，我告诉大家，20年内你无法甩脱三菱重工，为什么？你要不要准备？你要不要零件的修补？你要不要维护？这个东西都是赚钱的。再来，日本要生产爱国者飞弹，以前的美国爱国者飞弹呢，它是不给别人生产的。但日本因为特殊的关系，它给你生产，然后呢再卖回美国，然后再来菲律宾以后要买03式的防空飞弹，如果真的要卖它的话，那也是日本做的。对，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三菱、川崎、富士通、NEC， 他们拿到了很多订单，而这些订单是真正有钱的订单啊，不是看得到吃不到的。那你有这些东西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相对应的是什么？它现在来说，从10月到11月做了一个动员58000人的特殊的一个行动，而这一次为什么这么慎重呢？因为它有太多国家了，包括哪些日韩、澳加、纽法等这些国家的协同作战，而这些协同作战里面你看它把所有的兵力投射全部给丢出来了，空中的一个作战，然后呢统合防空，这个是地对空的一个防空飞弹，然后水陆两用的一个作战，还有统合舰队的攻击，这些东西都弄起来之后，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它这一次连太空军、宇宙作战。以前我们看日本漫画的宇宙作战，只有在日本里面有。这一次来讲，宇宙作战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以各位的低轨卫星以后 coding 要一起了。以后当战事发生的时候，不可以像乌俄战争，不管 Elon Musk 有没有关掉星链，以后大家都要把你的低轨卫星全部给拉过来。而这一次主导的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他们是谁呢？是南云宪一郎，他的统合作战司令部，今年3月才成立，10月就开战了。他就跳出来统整了，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他的组织规划已经拉好了，以后如果真的日本有一个纯定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呢，那就是他了。他真的 stand by 了。对，就是统合作战司令部。而这一次来讲的话，重点是那么多人来动员，然后呢58000人，然后那么多的国家，然后那么多的一些想定计划，全部都走一遍，代表它是完整的。如果真的有一天日本要出兵的话，它是可以动得了的。而这一次来说的话，最特别的是什么？是它的一个想定。以前日本自卫队它遇到的一个事情都是遇到攻击，然后呢防卫，然后再连同其他的澳洲啊、其他的国家一起进行想定的一个攻击。这一次他直接把这些东西给针对中国。他就说，如果你真的进犯日本的话，那日本的话，你已经打来了，对。已经都不演了，以前大家都在那边文绉绉做戏啊，如果你打来怎么办啊？现在不用，现在就是直接想定你打来了，打来的话要保存什么 F-15，其实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对日本来讲 ，F-15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机群，然后呢 ，F-15对他们来讲是最珍贵的一个武器。我把 F-15呢以数架为一组，然后呢暂时分散到其他的地方。那以前我们都觉得说，那你日本就是那几个嘛。
对不对？我们讲过很多次，日本的空军基地，像美军基地就那几个，没有。他这次来讲说，他可以从这个南极白冰，对，鹿儿岛也听过吧？安美岛比较少听过吧？德之岛，他可以用几架，然后编组之后呢，逃到这几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到这几个岛屿之后呢，他可以再重新的编队进行反扑。如果你敢进犯，我们就这么做。而这个是日本的一个自卫队。另外来讲的话，比较特别的是，看下面小的这张图，对。军舰跟军机的一个撤离是非常快的，而这些岛、这些图为什么会画来画去、画来画去？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在这一次的响定里面，如果平民遇到灾难的话，要怎么撤离？征用民间的船只，征用民间的一个资源，然后呢，用这种方式一个一个来撤离。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他这一次他这一次是整套的。那在这次来讲的话，有一个很特别，日本他们注意到的是，自卫队最多出动5.8万人来做，然后呢，安全保障最主要是因为环境的恶劣，重点是繁重的仪式取消了。以前的自卫队都在干什么？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如果是海上的自卫队，全部那个舰艇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有这一种分列式，然后把船给拉出来，感觉上雄壮威武。可是这一次来讲的话，他都不要玩这些了，海上分列式都不用，还有抢滩都不用，他就是直接把你编组，然后呢潜舰也丢出去，跟澳洲的潜舰一起来出动，然后结束之后呢进行一个海域的巡防。这个是有实际是有挑衅的意味的，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了我演习完了，我跟澳洲的潜舰我们一起巡航给你看，这个就是在秀肌肉。而在这个过去来讲的话，你知道吗？他除了在海上给你检阅船只以外，其实日本自卫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札幌的雪季啊，我们台湾的旅行社都有办这个团，什么意思呢？冬天到了，去札幌看雪季。我们台湾呢是在沙滩上面做沙雕，人家呢是用雪来凿出一个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建物。而这个建物，你会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弄得那么漂亮？它是拿自卫队的一个军力来做这个冰雕的。哇塞，真的假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成平时候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做，对，所以呢，他们有一些工兵把这些军事上面的一些技巧，比如说夯实。然后比如说雕刻但是这个都用在冰雕上了。对，他们做出来的上面就直接写了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这个都是非常壮硕，然后呢非常的有这个看头的。所以呢，以前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来看他的，但是现在2027年开始陆上自卫队没有办法负责这么多了。以前呢。是大型雪雕是2个，现在只剩下1个，为什么呢？要投入作战的一个准备，太忙了。以后看这些冰雕，看这些雪雕你自己想办法，自卫队要想办法去保卫国家了。瑞哥，我们这样一路谈下来，中国现在真的不仅被日本看没有之外，也被全世界看完全没有，尤其什么？菲律宾，我们都知道，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上面每次那边吵架、那边喷啊什么之类无微不微的，结果没有想到是菲律宾的现在船舰可以1打3呢，中国这完全被吃死的。那么中国的这个海军的战力呢，当然了，它的海军的军舰呢是世界第一呀。那么它的海军战力也是很厉害，东52D、东55等等啊，所谓万吨大驱等等。可问题来了，那么菲律宾呢？事实上不要小看菲律宾，为什么呢？过去菲律宾比较穷，它的战力呢，事实上呢，武器军事呢，一直不如在第一岛链里面是最弱的。但是现在的菲律宾呢，那么除了经济慢慢起飞之外呢，它也大量的那么购买各式各样的武器。为什么？因为呢，在这个南海被中共欺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你不要忘记，上次不是中共的这个飞弹驱逐舰不是跟这个的海警船不是对撞吗？对，当时就是为了要威逼这个菲律宾的海警船等等嘛。所以呢，这一次他很勇敢的在南海就敢1对3这样子。当然了，如果你真的要中共如果真的要用飞弹把它打下来是 OK 的啦，可你敢发射吗？你真的敢发射飞弹把它打下来吗？讲坦白了吧？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菲律宾跟美国有签相关的这个的类似安保条约嘛。好，重点来了。那么最近不是赖清德总统提出了1.25兆的相关的这个国防预算嘛？对。那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台湾之盾，台湾之盾照理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台湾空防，保护我们整个台湾的，就像一个防护罩。以色列有铁穹系统，美国现在打造金穹系统，那台湾之盾就是铁穹加金穹嘛。那为什么在国庆日的演讲的时候呢，赖清德总统就一段这样子而已？
然后1.25兆费用里面，明明台湾之盾呢占了非常重要的地步，但是没有琢磨。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即将让台湾整个防空。那么，最近不是那个辉达的黄仁勋常来吗？对，要感谢黄仁勋呐、台湾即将记录 AI 系统，直接整个防空用 AI 来控制。我告诉各位，以前的天宫系统是我们中科院的，对不对？对。然后呢，那么后来天宫3型上去以后，强攻1型跟强攻2型啊，那这是我们中科院的。但是爱国者2型、3型跟增程，这是美国系统的。但是2个系统没有办法整合啊，也就是说，我负责那防空调度防空飞弹的时候，我竟然2个系统没办法整合，你会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吧？那么现在呢，在这个所谓的台湾之盾里面呢，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它整合在什么？包括天空飞弹、强攻飞弹、爱国者飞弹，包括天舰飞弹、海舰飞弹、陆舰飞弹，全部都整合在一起。对，而且由 AI 直接直接 AI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的1-2秒钟立刻设定我要哪里发射，我要哪里拦截，我要怎么拦截弹道飞弹，我要怎么样？好，这一次的台湾之盾为什么那么神秘？我们已经派了很重要的、很高阶的官员到了以色列，不是去观光的啊。不是去观光的，为什么？为了台湾之盾去的。对。那么以色列不会承认哦。以色列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好，我们的很多的相关的攻击自杀无人机，还有一些早期的一些飞弹，雄风1型飞弹，其实就是跟以色列有关系的。但是问题是，以色列这次为了老共去挺伊朗，老共去挺这个等于说哈马斯，非常的反感，他对老共非常的反感。那么也在这种状况之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很简单。那台湾需要的是防御啊，是铁穹系统啊。我们这一次呢，反飞弹系统、反飞机的，不好意思，我们的强攻飞弹跟我们的爱国者飞弹跟天空飞弹 OK。可问题是有个东西是我们台湾欠缺的，是什么？火箭弹，在中国来讲叫火箭炮。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用上市去对下市，一颗几千万的。天宫3型跟爱国者跟这个等于说强攻去对他们的火箭弹，对，火箭弹便宜货啊，你知道，但它杀伤力大，它的300型的、370型的跟750型的射程从150公里到400公里啊，直接可以打到台湾。但是问题是它杀伤力大，它的这个大概偏离大概是10公尺左右，他们号称3公尺了，大概是10公尺左右了，但它可以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但是它太便宜了。所以我们不可能浪费我们的飞弹去打它。对，在这次的台湾之盾里面，我们即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廉价飞弹，有点像那么铁穹系统里面的飞剑2型的这个相关的飞弹系统。台湾可以拿到，我们可以拦截。那你把它想象，因为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铁穹系统，事实上飞弹小小的、瘦瘦长长的，对不对？它射出去，它事实上它的铁穹系统便宜。他专打这个黎巴嫩的火箭，专门拦截，因为黎巴嫩一次出来了几百枚、上千枚这样出来嘛，他用铁穹系统来把它打它。我们台湾即将在下一阶段的台湾之盾里面第一次出现这种所谓廉价飞弹防御系统，也就是说，从远程、中程、近程全部都能拦。那我们现在有这个类似铁穹系统的话呢，那么大概预估在2030年之前。台湾之盾可以初步拥有相关的这个系统了以后，目前台湾是继以色列世界飞弹密度第2，台湾之盾完成了以后，台湾即将成为全世界防空飞弹密度第1的国家。陈峰，现在我们刚刚谈了台日美这3方，不管是同盟或者是在这个军事上面的合作这么多，结果今天有一个新闻让我大开眼，我吓傻。今天。尽管我们跟这些友邦这么的好之外，如果你今天踩到了底线之后，亲兄弟还是要明算账的。我们之前讲东京威力科创这个案子，今天这一些工程师被起诉，还被延押到现在，但是今天制裁分署出了一张新闻稿，出了一个招数，他们起诉了谁？他们起诉了东京威力科创，那台湾跟日本，你踩到我晶片的雷了，我要跟你干到底嘞！是没错，这个是国安法修正之后史上第一次起诉法人的案件。那台湾当然为了要保护台积电的营业秘密
就如同刚刚瑞德哥所说的，我们有什么？有台湾之盾，对我们也启动了司法之盾。好，任何想要窃取台湾营业秘密的这个，不管是日企或者是美企哦，我们司法之盾都会启动防空飞弹把它击落了。对，那这一次当然制裁分署，它就击落了谁呢？击落了全世界前3大的这个日企。叫做东京威力科创，为什么要击落东京威力科创呢？原因就是你刚刚讲的，其实我们制裁分组8月起诉了3个工程师，这个工程师呢就被认定是在帮东京威力科创窃取台积电2奈米的这个营业秘密。对，那其中有一个人比较特别。被起诉有一个姓陈的工程师呢，他原本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后来跳槽到东京威力科创，所以呢，他在犯案的时候，他是东京威力科创的工程师。对，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姓陈的他的身份，导致东京威力科创连带被起诉。为什么呢？怎么说？来，你想一下，其实我国的刑法一般只起诉什么？自然人，对，只认为人才能去关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一次他可以起诉法人呢？就是因为其实有一些是特别法的规定，所以他就认定你东京威力科创你聘用这个姓陈的员工，你没有怎么样，你没有尽力的去防免，什么意思？什么叫防免？大家听不太懂，对不对？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的营业秘密法跟我们的国安法有规定啦，一共那你这个公司你的行为就是你的员工去窃取别人的营业秘密你知道吗？法人是要负连带责任所以等于是你东京威力科创，你下面的人去窃取，对，你东京威力科创负责啊，负全责啊，这非常特别。对，而且特别注意了，不是民事责任而已还有刑责郑峰，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这个新闻稿里面让我们觉得最 shock 的事情是什么？他今天除了说把东京威力科创起诉之外，对，这个金额很吓人没错。他到底是怎么提出这个金额的？对，因为我们刚刚讲。法人你可以处罚他，但你可不可以把法人抓去关？不可能嘛！我无正当犯罪，你可以把我抓去关，但法人犯罪怎么去关？对不对？这时候就改用罚金。好，那依照相关的规定说，如果你犯这个营业秘密法域外使用，最多可以罚5000万元那他认定他有几个犯刑？4个犯刑，所以他跟他求处4000万、800万、4000万、4000万，加起来总共是1亿2000万元。他跟东京威力科创求偿1亿2。对，而且我认为他会这样子求偿的不是求偿，是求处他的犯行说我认为是可能不法所得，就犯罪所得可能是高于这个。所以他才用这个1亿2000万比较低的去求偿，对，求处好，那这个1亿2000万其实相当高了，蛮高的。因此，我认为这个案子不只是只针对日本接下来也有可能针对 Intel， 也就是美企，也有可能提起类似的相关刑事侦查作为。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